他是周总理的儿子，可却只和周总理一生见过一次面，直到50年后才亮明真实身份。周总理夫妇为革命事业做出过不小的牺牲，妻子邓颖超更是一生无法生育，所以两人直到离世也未留下任何子嗣。可到了1978年，周总理离世2年之际，绍兴市方面在整理周总理的相关历史资料时，竟意外发现了周总理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义子。那么此人究竟是谁？他和周总理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？1939年3月，周总理前往浙江地区视察抗日战场时，突然提出了想趁此机会回绍兴祭祖的要求。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，周总理自12岁离乡后就没回过家乡，如今有机会回家祭祖，也属于人之常情。陪同的国民党将领听后也没感觉到不妥，于是答应了周总理。虽然他们嘴上答应了，但仍是给周总理派了一个贴身专员，美其名曰保护他的安全，实则是为了监视周总理。3月29号上午，周总理乘船前往了先祖的墓地祭拜，同行的人员中还有他刚满17岁还在上初中的表侄王树。王树此前就听闻自己的表伯是打鬼子的大英雄，因此对表伯很是敬仰。刚巧正值黄花岗72烈士牺牲纪念日，学校放假，他就亲自陪表伯到处转转。祭拜完先祖后，周总理看还有些时间，就提议去大禹陵看看。王树一听能去游览名胜古迹，当场就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几人一路上看着风景，就聊到了大禹。起初，王树作为当地人说了不少自己知道的大禹故事。可当周总理问起大禹为何造九鼎时，王树却愣住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周总理微微一笑，给他解释，九鼎代表九州，鼎在古代是用来烹煮食物的器物，大禹造九鼎代表他的功绩威震九州。王树听着入了神，因为这些知识在学校从未有老师讲过，他没想到表伯竟然懂这么多。这时周总理又指着大禹像上的9把斧头问他，这有什么含义呢？王树想了想九鼎，便回道，九鼎代表九州，这9把斧头应该和九鼎有同样的含义。听了王树的分析，周总理有些惊讶，小年纪便勤学好问，还懂得举一反三，因此他对这个表侄儿有了些喜爱。可王树后来提出了一个请求，却让周总理有些头疼。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周总理一生经历大风大浪无数，但此时他看着自己面前的表侄，却有些头疼。傍晚回到家后，应亲友们的邀请，周总理为大家一一题词。他看着年轻的王树，提笔写下了“冲过钱塘江，收复杭嘉湖”这句词，以作勉励。王树看着面前宣纸上的大字，只感觉一阵热血涌上头顶。他连忙将父亲拉到屋外，说出了自己想跟表伯去打鬼子的想法。王树的父亲听后也表示支持，就扯着儿子回到屋内，征求周总理能同意此事。看着满脸稚气的王树，周总理明白王树正处在容易热血上头的年龄，想保家卫国是好事，但战场上刀枪无眼，稍有不慎便会丧命，到那时只会后悔莫及。周总理只能婉言拒绝他，于是就告诉他，这时候可以好好先读书，等长大后再报效国家也不迟。王树听后满脸丧气，垂下了脑袋。周总理见状于心不忍，沉默片刻后又开口道，你做我干儿子好不好？王树听后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可他的父亲却直接拍着他的肩膀骂道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反应过来后，王树急忙对着周总理喊出了干爹，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。回乡祭祖认干儿子都是很正常的事儿，所以跟着周总理的卫兵也没察觉到有什么问题。但周总理此行的确存在着另一个目的。在29号到30号的深夜，他通过借住在王树家，成功与绍兴地下党的领导人见了面。虽然祭祖是表面上给卫兵看的，但周总理对这个义子也是真心喜爱。临走前，他还特意为王树重新题词，乘长风破万里浪，木像表侄一儿周恩来。而其中的木像则是王树的字。周总理离开后，王树听从他的吩咐，认真学习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，王树成功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。
对于这个聪慧的干儿子，周总理也时常给他写信，还特意将自己的军装照寄给了他。可当全国解放后，王树再给周总理写信时，却像石沉大海了一般，再也没有得到回复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总理的义子王树曾多次给周总理写信，但却从未收到任何回复。难道周总理是忘记他了吗？实际上，周总理对这个义子也是十分想念。可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，很多事务需要处理，作为国家主要的领导人，工作更是排满了。再加上新中国建立后，有人借着封建社会的习惯，陆续打着他的名义要求获得优待，这让厌恶搞特殊化的周总理很是头疼。由于周总理在国外有很多朋友，为杜绝这种现象，他特地写了一篇告亲戚朋友，要求他的亲属在任何场合都不得说出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，也不得炫耀自己。虽然有些不近人情，但却给广大党员树立了良好的家风。他自然也不希望王树误会，因为和他的这层关系产生优越感，让王树所在地方的领导因此给他特殊的待遇。毕业后，王树被调到福建高级工业学校，成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。按理说，王树既有高学历，又有好的背景，是可以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。但他时刻牢记周总理告亲戚朋友中的规定，并没有认为自己高人一等，坚守自己的岗位，默默为人民付出。50多年来，王树始终跟随周总理的脚步，在教育行业辛勤耕耘，一代又一代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步入社会，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一份子。而王树与周总理的义父子情也就此成了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直到1978年，绍兴市方面在整理1939年周总理回乡祭祖的历史资料时，才发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。众人这才知晓这名普通老教师的真实身份。2008年，王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：“义父虽然离开我们有30多年了，但他的高风亮节和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心中，他的教诲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”作为周总理的义子，王树直到退休也未曾沾上这层光，而他传承了周总理的精神，一心为民，默默付出，确实值得我们学习。